你能想象吗？在美国，房子也能被偷，而且呀，还是合法的。We don't know them. They just broke into our home. 警察还想来铐我，说我是骗他的。这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如今在纽约州、加州等全美多地真实上演。纽约市的2名偷房族占屋又杀人，超过30天，他可以卖到2年或者3年。找到你的房子去住，你还要给他好处，法律还要保护他。这些擅自占屋者被称为偷房族，或者是深蹲客，英文名是 squatter。此前甚至还有来自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网红在社交平台上教人偷屋，是引发了广泛的争议。我们以纽约州为例空房住30天，房子就归你。具体从法律上看，只要在一个房子或者是住宅单位居住超过30天，在法律上就被定义为租客，享有租客的所有法律权益。因此呢，房东不仅无法将偷房族驱赶，更有甚者因偷房而引发了命案。就像视频最开头出现的案子不久前就在纽约，2名偷房族强行侵占了曼哈顿的一处公寓，被女房主发现之后，在冲突当中杀死了房主。2人案发之后呢，还偷走了房东的车，逃离了纽约。虽然2人最终在宾州被抓捕并面临严重指控，但这起案子是让人不禁感叹，真是无法无天了。细想整个案件，真的是每一个环节呢都让人匪夷所思。虽然这起占屋者引发的惨剧是极其恶劣的个例，却足以看出目前偷房族的猖獗，让偷房族实打实的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事实上呢，现在仍有很多的房东正在经历着被偷房族侵占房屋的噩梦，其中也不乏华人房东。家住布鲁克林的郑先生就是一位深受偷房族侵害的小房东。我一个房子在7大道49街，结果呢，客人已经都走掉了，门窗关着。有一个5、6岁男人来的，他这些非法移民，半夜3更把我们撬开，就爬进去住在里面。因为我们自己不住在那边，所以说这过了1、2个礼拜，当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去报警。本来警察还想来铐我，说我是骗他的。因为他这个租客超过30天，因为他有UPS delivery， 那警察说我们拿不出证据，说明他不是我们的租客，还把我的电单都改成了他的名字。为了避免漫长的打官司，让偷房族早日离开，郑先生还不得不选择私下协商，给偷房族一大笔钱，让其搬走。他说他要有钱搬家，开价要3万块，给他怎么样。他们占屋的目的就是这些，后来我们就通过中间人跟人去调，我们在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就给钱叫他走。第一，我收不到租，还要供房子，还要买保险，是不是？第二，我们这个要想改建都没办法做，因为有人在那边，对，至少要2年多。另一位曾经被偷房族占屋的房东殷世培，幸运地通过法庭拿回了房子，但回忆起这段黑暗经历，他用噩梦来形容。It's really nightmare. It was a very traumatic experience. We purchased this home in late 2021 while we waiting for DOB's permission to do the reconstruction here. The late 22, someone broke into our home. The reason that I couldn't check the house during 2 months period is because our family went through the COVID in October and November, and then there was a time that they kind of sneak in the house back of our door because the house was empty at the time. We called the police. When the police came in, they claimed that they've been living here more than 30 days. With the proof of the non-driver license showing the address of our house. So we went through the court process to evict them. Process, I have to say, about six months entire time. But we are a very lucky case, and I know that a lot of homeowners went through 2 years, 3 years. So some homeowners, they just give up on their houses. So. 这些偷房族偷溜进没有人居住的房屋，在此住上一段时间之后便鸠占鹊巢，成了房子的主人。真正的房主反而很难赶走他们。在一些案件当中，房东呢是试图通过换锁、断水断电来驱赶他们，但由于租客法保护，反而出现了警察将房东逮捕的荒唐景象。这也使占屋者的气焰呢是越发的嚣张，有的呢更是在侵占的房屋里吸毒、偷窃居民的钱财，甚至是引发火灾，给社区造成了不少麻烦。仅在布鲁克林华人区就有多次因偷房族非法占屋之后引发的火灾及消防警报。我是邻居的，血放在后面
3双这样鞋都被他们偷了，偷了还要钱拿过去把它赎回来。马路上面到处都是真土啊，不是大麻还好。Like 20, 25 degree. There's no any heat over there. What they're starting to do is burning down some wood, clothing over there, and that's how it was burn down the house. And that's first time. The second time was it happens like that. They after fire department, housing department, they block the windows, doors with plywood, and those people just break the window. They come back again. And they're starting to leave over there. They're starting cooking, starting washing the clothing, and boil the water, and the house burned down second time. And after that, same situation, just repeating. Then he come back again, and now I believe they still leave over there. 如果政策不改变，它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家庭受到伤害，越来越多小房东受到伤害。事实上，当偷房族享受正式房客待遇，成为法律意义上的租客之后，如果房东想要驱逐他们，在法律上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有不少的房主呢，都和郑先生一样，通过私下花钱解决，因为打官司对于房主来说并不划算。法律的规定呢，就是超过30天以上，他就被视作为是一个租客。从我们法律上来讲，它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房东房客关系，那只能通过房东房客法院去解决。纽约市的这个房东房客的案件呢，有大量的积压。根据法院的公开的信息表示呢，在我们华人持有物业比较多的几个区，曼哈顿、皇后区和布鲁克林，2023年的房东房客的案件呢，每一个区至少有2万多件。很多的房东在提起诉讼的之前呢，非常的犹豫，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去提告也可能要几个月、1年或甚至2年才能解决这样的案件，那么他们会更多的选择私下和解。好在随着偷房族占屋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许多州都开始修改相关法律。纽约州府和市府都相继出台相关法案。4月初，纽约州参议员刘纯义和众议员金对希分别在参众两会提案，将合法租客与非法侵入并擅自占屋者的区分明确定义。占屋者定义为没有法定权益、正当权益以及许可而进入一处房产或建筑物的个人，因此他们不享有与合法租客、居住者和业主相同的权利保护。法案由纽约州长霍楚签署通过。The cases of squatters that I have seen are people who are taking advantage of a loophole that existed in the law that I have now helped close. Whether it be after 30 days or 180 days or whatever, the squatter simply has no tenant rights under state law. 纽约市府层面，今年5月，市议员庄文仪提案，要求在全市范围跟踪报告占屋相关情况，收集这方面的数据。有的时候不只是这些占屋者毁坏了一个房子，有的时候是葬送了一个家庭。此外，还有越来越多的立法者加入到打击非法占屋偷房者的行列。市议员汉克斯提案，要求市府机构联手设立特别工作组，驱逐非法占屋者，与闲置房产的房东合作，确保房屋不再被侵占。州参议员卡塞拉·斯潘顿也提案，将成为合法租户所需的时间从30天延长到60天。此外，他还建议将占屋行为定为非法入侵住宅。这些行动都表明，打击偷房族非法占屋的法网正在逐渐形成。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上述各项法律陆续出台生效，也希望那些本意为保护租客的法律不再成为漏洞，偷房族将不再是灰色地带的漏网之鱼。